没错，木南哥，我今天来呢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那病秧子祖母终于死了。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死，我怎么能嫁进来啊？省得我天启哥哥在大臣们面前演戏了。不可能，天启他不可能！天启他骗我！天启！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无功之女，我怎么会在你身上委曲求全，浪费10年时间？我想得到的只是穆家的财产和权势。如今那个死老太婆死了，你也就没用了。天启，不惜一切助你继承治家之礼，你竟然要亲手杀了我，灭我国公府满门！来世将你血债血偿！这是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的嗓子，难道我重生了？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这样，我居然重生回到了5年前被人下药糟蹋的时候。没有人啊！别跑！楚洛白，楚天启的死对头。楚洛白，你今天不能去平南道剿匪。这将军不是不近女色吗？将军，机密泄露，这个女人不能留啊！她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记得前世，他在今日去平南道剿匪，却不想中了楚天启的计谋，3万大军因此而亡。平南道匪寇早已设下埋伏，楚将军最好下令换条路线。探听军机，想死吗？敢对国公府嫡女拔剑，你想死吗？楚将军，3万将士都在等您的决定，行军在即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将军，国公府嫡女是楚天启的未婚妻，他的话不能信啊！立派斥候去判，暂缓行军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只是一场交易罢了。这个消息是我送给楚将军的见面礼。待将军凯旋，还请去国公府助我一臂之力。见面礼，南哥，你果真不记得我？若是南哥要有个3长2短，我绝不轻饶你！老不死的东西，等会儿有你哭的。老太君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我已经跟南哥姐姐说了，深夜有采花大盗出现，可是他不听呢，他非要出去散步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是啊，祖母，这件事情确实怪不到思雨身上。如今南哥被采花大盗带走，怕是已经死了。你就这么巴不得我死？南哥，老太君听说你被人糟蹋的事，急火攻心，吐血晕厥了。大夫说他以后只能躺在床上度日。
楚真喜，这一世我让你血债血偿。南哥，祖母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还好您还没出事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您受任何的伤害。祖母，让你担心了。昨晚是定远将军找我，让我去画边防图，我应该提前派人跟你说一声。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木南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楚洛白在边塞驻军10年，对那边的地形比谁都清楚，怎么可能会找你画边防图？是啊，姐姐，你就算被采花大盗夺了身子，也不需要这么神。污蔑当朝国公府嫡女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天启哥哥，你看他。思雨也只是担心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他？他明知道我祖母心脏不好，还胡编乱造。我祖母身体但凡出了什么问题，他担待得起吗？天启哥哥，你看姐姐她又误会我了，明明就是姐姐不守贞节，也不归宿，我忍不住了才说了2句。说到不守妇道，我倒是要问问妹妹，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的未婚夫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够了，南哥，你自己失了身子，还不让思雨说了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放心，无论你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娶。娶我？对，我们亲事照旧，我不介意你发生了什么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就好。等我当上了户部侍郎，就没人说你的闲话。本将军竟不知，有人把吃软饭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木南哥，你还说没有背着启哥哥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？柳姑娘这泼脏水的本事可真强。魏峰，把人带上来。哎呦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也是受人指使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给我钱让我奸污国公小姐的。你不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还有这男的，他俩是应我的，他们说吃着手影。狗急跳墙。天启哥哥是为了南哥好，此人开口胡乱攀邀，若是真坏了南哥的名声，国公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妹妹还真是伶牙俐齿，说的我都感动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要是楚将军前来为南哥作证，那岂不是你们昨天晚上就在一起过夜呀？如果你口中的过夜是画边防图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楚老板，木南哥他目不识丁，你却为了包庇他，说协助你完成了边防图，还说你和他没有一腿。圣旨到！皇帝诏曰：国公有女南哥，携定远将军完善边防图有功，特赐黄金100两，钦此。臣女谢圣上赏赐。楚天启，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就是怀疑我被玷污。我只是不守妇道，夜不归宿。魏思雨，如今圣旨在这儿，你污蔑当朝国公之女，该当何罪？南哥，我只是太着急了，我才口不择言乱说的。就看在我们都是好朋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区区9品官的庶出之女，我不过是看你可怜，待在我身边。没想到你竟然敢示出。南哥，你以前从不拿绅士说话的。这个贱人，等天启夺了你国公的权柄，定要你跪在我面前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柳思雨根本就不配做我的朋友。木南哥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思雨她可是……还有你，楚天启，我也该好好想想我们的亲事。你用我幕府3年资源，连一个户部侍郎都没做上，如此窝囊废，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夫婿。南哥，我们都订婚3年了，亲事的事情怎么可以在……楚天启，我还要和穆姑娘聊边防图的事情，你要是再纠缠，便是阻挠圣令。南哥，我改日再来跟你赔罪。
姐姐，我也改日再来。天启哥哥，天启哥哥，天启哥哥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明明跟那个男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会反咬我们一口呀。如今我已经得罪了国公府，后面要钱的地方还需要刘家帮忙。好了，不怪你，只是木南哥现在不想跟我成亲，我想升户部侍郎困难加重，我想我得尽快回去想办法了。天启哥哥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木南哥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的耻辱，我迟早要让你还回来。南哥，你当真要和楚天启退婚？那个楚天启早就跟柳思雨勾搭到一起了，他求娶我，不过是为了我们国公府的权势和人脉。难怪他那么护着他。南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解除婚约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要让他们为我和祖母前世所受的痛苦付出代价。祖母，我先跟楚将军聊聊。好，你们聊。楚将军可比那楚天启好多了。楚将军来我国公府，看来平南道匪寇已经解决。平南道当真有匪寇，灭我3万精锐。匪寇还不足为虑，但平南道这2日雨水多发，他们将石头全部松动，一旦我们进入平南道的峡谷，怕是有死无生。我替3万将士谢过木姑娘。楚将军，你身为楚家的嫡孙，当年却被楚天启旁支构陷流放，父亲更是死在流放途中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楚天启能成为楚家掌门人，3年时间连跨5级，从9品户部检校成为正5品的户部郎中，难道不是木姑娘撑腰？可他却背叛了我，还妄图夺我国公权柄，害我性命。我们合作吧。木姑娘倒是通透，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他此次求娶不成功，必定会回家搬救兵。那个杨氏可不是好招惹的，这次楚氏家宴一定会设局请我过去，到时我需要楚将军。这样吧，我答应你。那就合作愉快。将军，现在你对付旁支那些人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们只需要等证据齐全，何必跟木南哥合作？没听他说吗？他想解除婚约。啊！派2个人盯着楚天启，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他和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好一个木南哥，他还敢悔婚，简直反了天了！娘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稳住他。要是没有木家帮忙，这户部侍郎的位置我根本没机会。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他若是残了，同样低你一等，到时候不还是反过来求着嫁给你？娘，你是想……杨夫人，南哥不必客套，咱们之间呀，不必行太多虚礼。我知道呀，你还在生着天启的气，一直在拖着你们的亲事。我呢，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，咱们呀就一笑泯恩仇。婆婆言重了。楚家不需要国公之女，只需要国公府的权势。我前世竟然没发现，我身边这个早就被收买了。杨氏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夫人客气了，不过这今日您才是主角，这要是让外人看到，该说我们不懂礼数的。哎呀，南哥，
我就知道你还不肯原谅天启。我呢，亲自敬你茶，咱把这茶喝了，要不然我还以为你们在生气呢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要我跪下来求你？他该来了。定远将军到！定远将军到！10年未回我楚家府邸，还真是物是人非呀。杨夫人，别来无恙。楚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启，我好歹也是你叔父，别这么没大没小。楚老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做我叔父？天启，你放肆！陆白乃是楚氏嫡系一脉，论辈分是你叔父，论官职更远在你之上，你怎敢如此放肆？族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陆白说杨氏这些年对振兴楚家有功，要给你们一个名分。当年我父亲被诬陷私吞粮草，延误军情，我楚家被灭门，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值钱的东西。杨夫人，这是我楚家的传家玉佩，它代表着楚家嫡系名分。如今我父亲已故，我与我母亲离开京城多年，这名分与我无用，便赠与杨夫人。大家同为一族，希望我们一起重振楚氏，还望杨夫人赏脸。我娘凭什么给你面子？这杯茶我们不喝。闭嘴！此话当真？此物当真能代表楚氏嫡系的名分？你不信洛白，还不信我不成？哎呦，族长，您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。既然如此，杨夫人，我先干为敬。怎么，杨夫人是瞧不起我吗？既然如此，杨夫人，我先干为敬。怎么，杨夫人是瞧不起我吗？我喝。那个，我先把传家宝给放起来。杨夫人，这么急做什么？瞎说什么呢？我娘只是想把信物先放起来，你快让开！胡闹！宗族内这么多人，她身为当家主母，怎么能怠慢？让丫鬟拿下去就好。我不是才拿到嫡系的信物，就开始摆架子不成？不敢，族长，你说的是，我让。娘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娘？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快扶老夫人下去休息。不好意思了，大家，感谢各位亲朋的捧场。杨夫人她今天兴奋过度，昏厥了，怕是不能招待各位了。有劳族长。原来这就是那哑药的解药，没想到杨氏还给自己留了后路。现在没了。杨氏，楚天启，这是我还给你们的第一份大礼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滚！你们滚开！我才不要做柳枝的同房丫头。是他。小姐，求你救救我！柳枝想逼我做她的同房，让我给她生孩子。穆姑娘，这柳枝可是你的闺中好友柳思雨的亲弟弟，更是楚少的心腹。难道你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得罪楚少吗？小姐，这种人都是攀龙附凤不成才反咬一口的，不值得您关注。楚少在等您。小姐，小姐！住手！这个人我要了。穆小姐，求你救救我！柳枝她强娶我做她的同房丫鬟。小姐，柳枝可是楚少的心腹，您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我做事情还需要你多嘴？你是楚少的人，还是我的人？小姐，是奴婢多嘴。穆小姐，这可是我们府上的奴婢。怎么，我身为楚家未来少夫人，在你这儿要个人都不行？还是说
非要我拿出国公府的名号才行。穆小姐，人我可以给你，但您在柳少爷那儿可怎么交代呢？让他来将军府要人，我倒要看看柳家有多大的权柄，敢强抢民女。还愣着干嘛？去把他和他弟弟的卖身契一起拿来，2个人我都要带走。老奴这就去取。哼，得意什么？看你嫁进府后不受搓磨。奴婢卑贱，不敢劳烦小姐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不许再这样说自己。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随我去幕府。多谢小姐。前世见你受苦不敢搭救，害你自杀身亡，这一世倒是偿了心愿。柳家，你们的罪该怎么数？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楚将军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别动，以后可要小心点，刘疤就不好看了。知道了。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，刘疤可就不好看了。这打劫的方式为何这么熟悉？你身边那个小雪的底细，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府上了。啊，小姐，你怎么能将这么卑贱的人带进府呢？他们就应该在楚府自生自灭才对啊！小雪，你在我身边几年了？小姐怎么这么问？3年了。3年。当初我在街上救下被人欺凌的你，那时候的你，跟廖莹一样，单纯善良。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也对弱者变得冷漠了？你3句不离楚府，既然如此，我便送你回楚府，伺候你真正的主子，如何？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小雪可是要一辈子……那个杨氏只是耍了些手段，你就当真觉得是我杀了你父母不成？这些是仵作的检验结果，和楚府的证人证言，你的父母是被人下药后活活打死的。下药和行刑的都在大牢里，你若是不信，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。杨平，你竟敢骗我！这是你的卖身契，自谋生路去吧。小姐，你当我亲如姐妹，我却把你错当仇人。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楚天启为官四处奔跑，杨氏中毒在床，无人照顾，想来也是挺可怜。小姐，此曲一别，还请你照顾好你自己。杨氏，这是我还你的第2份大恩。夫人，您这是想喝水吗？我被小姐发现了，被她赶了出来。如今这不是来投靠你吗？
夫人嗓子不好，还是少说点吧。夫人，这天气凉，你还是尽早换个干净衣服吧。夫人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当年我父母被害，被扔在雪地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今，你也尝尝这寒风彻骨的滋味。天启不会放过你的。少爷最近和穆姑娘商量升官的事，没时间管你，您就好好在这儿颐养天年吧。你可要努力的好好活下去，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还以为启哥哥有了楚家嫡系的身份，就忘了我呢。瞎说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楚洛白害了我母亲失了声，这才没来得及找你。你就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对了，你的生辰是不是快到了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就当是给你赔罪，如何？京城最大的玉琼楼，会不会吃穷你啊？好好好，都依你。不过我现在就想吃过你。送去国公府，务必让木南哥来参加我的生辰宴。是。木南哥，你上次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，这次我要你全都还回来。穆姑娘这一次又打算怎么合作？柳思雨有个弟弟叫柳志，虽然是个不起眼的混混，但楚天启所有的脏事都经过他的手，我相信他那里一定会有楚将军想要的东西。若不是穆姑娘有幸，我怕不是都要以为穆姑娘在借刀杀人。柳思雨的生辰宴上，我恭候楚将军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昨日我跟娘亲和弟弟讲了，是要把你介绍给我这些亲戚们认识。谁让你邀请你亲朋来的？今天也是木南哥的生辰，若是让他知道我在给你办生辰宴，他怎么可能还帮我高升？你这是在害我！我只是想把你介绍给我家人们认识嘛。你脑子里就只有升官发财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想过给我名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娶你进府中。现在正是我高升的关键时期，你能不能先给我打声招呼呀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不要生气了呗。好。来，这喝。这些大人都是你请来的啊？是啊，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这些人都是谁呀？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个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天启，天启，你怎么来这么迟啊？请帖上不是写了时辰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帖子？南哥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看，户部尚书钱老，还有礼部尚书孔老，都是思雨请来给你撑场面的，你说是吧？思雨啊，是。思雨是谁？不要胡乱攀扯。就是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可都是冲着穆小姐的生辰宴过来的。两位大人不要生气，思雨呢是我们家的下人，今天的所有请柬都是她帮忙发出去的，所以天启肯定是误会了。是，柳思雨就是木南哥的下人。我才不是呢！
一个下人，竟敢妄借主人的名义招摇撞骗，还不给大人们跪下道歉！小姐，人马上到了。别让一个下人扰了大家的兴致。今天我还有另外一件大事要宣布。诸位，今天我请大家来，是希望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。我和天启相识多年，我打算正式把国公府的所有家业都交给楚郎中打理。天启，这些家业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楚公子，南哥对你可真是信任有加，情根深重，你可不要辜负南哥啊！南哥，你当真愿意把家业交给我打理？当然了，这些呀，还得感谢思雨，毕竟这些天都是他在忙前忙后。我很喜欢这个惊喜。你喜欢就好。好了，天启，你快去签字吧。以后啊，国公府的家业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姐，你和姐夫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哎呦，今天请来这么多人，这女婿对思雨可真够上心的。娘，你快看，我姐夫就在这儿呢，他可是个大官，我们平日里都接触不到呢。娘亲，弟弟今天不方便，你们先回去啊。娘，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说好了今天介绍家里人和姐夫认识吗？楚郎中，你就是我那女婿吧？我见过你的画像。你又是谁？思雨，你就看着这胡妹子离你未婚夫那么近呢？南哥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认错人了。怎么可能认错人？他每个月哄思雨开心，买西域的珍宝，托他的福，我儿子明天就要进户部了呢。哎，你这贱皮子，离我女婿远一点。南哥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柳思雨在自导自演的。穆小姐还打算将国公府交给他打理，结果呀，她居然在外面养情妇。楚天启，你今天叫他们来，就是故意给我难堪的吗？我们定亲3年，我处处帮衬楚府，祝你官运亨通，你倒好，在外面养着刘府，枉我今天还要给你转赠家产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南哥，他就是来理解我们感情，这一切跟我没关系。女婿，你干嘛不认账啊？今天这个宴会不就是给我女儿办的吗？给我闭嘴！娘，起来！楚天启，你干什么呀？等我拿到国公府的权柄，我再不疼你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要打的是国公府嫡女，楚天启做梦都想娶的未婚妻。她竟然是国公嫡女！哎呦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刚才都是我胡说的，我是老糊涂了。我们这就滚，我们这就滚！南哥，你看，这是楚天启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太让我失望。各位，今日如你们所见，是楚天启负我，非我负他。从今日起，我木南哥和楚天启恩断义绝。不要啊，南哥，我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一次真的与我无关。你纵有天大的理由，也不该在我生辰宴当日，与你转赠家产的当天，和柳思雨一起给我难堪。这侮辱于我而言，犹如千刀万剐，万箭穿心之痛。南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负你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柳思雨，你快跪下来解释！若是婚约被解除，我们将永无翻身之地。南哥，今日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平日里太羡慕你了，这才在亲友面前说天启是我的未婚夫婿。你看在我们平日手帕之交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，行不行？南哥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。哼！穆姑娘，楚氏和穆氏交好已久，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以楚氏的名义保证，若他再犯，无需穆氏出手，我楚氏绝轻饶不了他。我毕竟心仪天启许久，但他实在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信不过他。族长，穆姑娘所言极是，定要签份契约才可以。我签，我什么都签。好，既然楚将军发话了，拿纸笔来，你就写
若是再辜负木南哥，就自愿辞官，变卖家产，流落街头，否则就万劫不复。南哥，也不用这么狠吧？这穆姑娘对楚郎中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，这明明是气话嘛。谁说不是呢？穆小姐果真是心软，要是我，绝对不会再给她机会。心软吗？堵死他的后路，才方便送他下地狱。天启要是不愿意签，就算了，那我就祝你和思雨白头到老。啊，我签，我现在就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式两份。若是你违约，就休怪我木南哥无情。你们柳家不可能帮他成为户部侍郎，所以他永远不可能是你的姐夫。柳枝，你可一定要上套，不然怎么能拖着你姐一起下地狱呢？天启，吃软饭就要有吃软饭的自觉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他木南哥简直欺人太甚！姐夫不就是想要一个户部侍郎的位置吗？我就不信这天下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到时等姐夫当上了侍郎，那木南哥还不是乖乖的连滚带爬的跑过来嫁给你？这上下打点需要的可不是小钱，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？我父亲虽然官小，但他在盐运司任职，随便弄点官盐出来倒卖，或者以次充好，上百万两不成问题。确实不错，不过要等的时间太长，我这次和木南哥闹得有点太僵了，短期内还是要跟他想办法缓和关系。我有一个办法。穆姑娘说帮我拿到楚天启定罪的证据，可我除了看了一场戏外，没有任何收获。还请楚将军耐心一点，楚天启和柳志一定会狼狈为奸，你只需要监视好他们就行。前世只为了钱，他们就敢倒卖官盐，狼狈为奸。如今楚天启被我如此羞辱，他怎么会敢心等我？柳枝做的果然没错，有了这个，我还怕谁？到时候整个青州的盐水都由我来支配。天启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天启，老子今天开心，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不要！小姐，这次生辰宴真的是大快人心，柳思雨的名声在圈内败坏了，楚天启在官场上也被人瞧不起，就是委屈小姐您了，还要嫁给那个渣男。不用急，这只是个开胃菜，等我……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给你创造机会，咱们分开走。你去找楚将军来救我。小姐，我的命本就是您的，奴婢等您来救我。小莹，楚老板，救命啊！楚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楚老板，楚天启他为了让柳枝帮他，怕是把我让出去了。现在小莹为了救我，被他们的人抓走了。子枫，你去调集人手，我和穆姑娘先过去。是。快！怎么是你？呸！就你还惦记我家小姐，你也不撒泡尿瞧瞧你长什么样！臭娘们儿，敢坏我好事儿！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反正我烂命一条。我家小姐已经回到国公府，你也得下来陪我。找死！你要做什么？死哑巴！我能帮助姐夫从侍郎成为尚书，就把你赏给我了。早就想尝尝国公府嫡女的滋味了。放开！别碰我！
看来不能善良了。好啊，楚若白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我们闯进来，今天正好把你们一锅端了。快来人啊！快来弄死这些贱人！带廖银仙，这里交给我。不要！南哥，别怕，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木南哥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快放掉我弟弟！柳志，猥亵良家妇女，绑架滥用私刑，官言私用，着圣上口谕，特来缉拿，尔等还要掺和，是想被诛九族吗？他怎么知道柳志贩卖私盐的事情？柳志，你强抢民女，收受贿赂，草菅人命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你们在瞎说什么？姐，他们在冤枉我，你快救我呀！天启，你快救救阿志啊！几位衙役兄弟，可知没有证据抓人是要担责，柳志他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楚郎中言之凿凿，是想为柳志做担保。难道柳志所作所为你也参与？楚若白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有说过要给柳志做担保了？天启，你楚天启，我们可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。他做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一些，我还是跟你们去一趟。若是他不听话，我还可以劝说几句。这个软骨头不行，我得看着他。实在不行，只能大义灭亲了。好，带走。姐，阿姐，穆小姐，我错了，你让他们放过我吧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你们想做什么？这里可是狱牢。柳志，我今天就要替之前被你虐待过的姐妹讨个公道。臭羊！我是个奴婢，还敢拒绝我？今日就让你看看得罪小爷的代价！不要！救命啊！不要！穆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饶了你也可以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替楚天启顶罪？他到底给了你们刘府什么好处？你想知道吗？救我出去，我就告诉你。小莹，他交给你了，记得留一口气，让他挺到行刑，别让我们楚将军难做。不要！是，不要！穆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哭！你就知道哭！要不是你爹那个废物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一步？还被降了职，我就不应该帮他。要不是我弟替你顶罪，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闭上你的嘴！勾结外方，倒卖私盐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们柳家都得吃牢饭。柳志做的事情，证据确凿，已经无法挽回。楚若白这个王八蛋，害我被革了职，想要一直保住柳家，除非我能买到珍宝阁的顶级和田玉，来讨得圣上的欢心。我天启，我可以天启。我爹最近在盐运司赚了不少钱，我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替你买了那块玉的。你放心，等我拿到古玉升为侍郎，定保你柳家，娶你过门。下一个事件是什么？小姐，小雪送来消息说，楚天启和柳思雨打算参与珍宝阁的竞拍。珍宝阁？是了，前朝真迹。
快去请楚将军。楚洛白拍到的那个白玉，竟然是先祖皇帝的尸玉，他还妄想借此翻身，结果彻底惹怒了皇上。多亏我当时带你去拍卖场，你不让我拍下那块玉，我当时不应该打你，我错了。很快啊，我就要当上户部尚书了，你开不开心呢？嗯？你倒是笑啊！你难道不替我开心吗？等我当上了户部尚书，楚洛白那个废物，这辈子都要被我踩在脚下了。你是说让我放弃楚天启倾全力要拍的古玉？没错，那块古玉乃是前朝皇帝的陪葬尸玉，谁拍下它，谁死。楚将军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5000万两是楚天启和柳家能拿出的全部家当。只要楚将军可以逼他出到这个价格，我可以送给楚将军一份泼天的富贵。我倒是不知道珍宝阁还有什么能讨好当今圣上。珍宝阁有一幅流拍多年的画，楚将军愿不愿意赌上一把？好啊。那可是5000万两，你不怕我骗你啊？你会骗我吗？接下来要竞拍的是极品羊脂白玉，1000万两，1500万，2000万两，5000万两。不愧是楚郎中啊，竟然将价格直接提了3000万。楚洛白，这羊脂白玉我势在必得，你若识相，最好退出竞拍。5500万两。你喊得太高了，楚天启和柳家一共可调用的也就5000万两，他不会再喊了。相信我，5500万两一次。旁支就是旁支，鸠占鹊巢也变不了凤凰。你们差的是那点血脉吗？是你们骨子里的卑贱。天启，他就是故意激你的，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争不过他的。5500万两2次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住这样的房子？大家只喊楚洛白少爷，难道我们旁支就注定低人一等吗？天启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嫡系。真是财大气粗。承让。5500万两3，不，6000万两。楚洛白，你小瞧我了。6000万两一次。天启，那多出来1000万两怎么办？大不了让你爹再挪用体验税，等我讨到了圣上的欢心，我定娶你入门。6000万两2次。恭喜楚郎中拍下羊脂白玉。楚洛白，别以为你在京城可以一手遮天。接下来要拍卖的是前朝画家留下的山河图。呀，堂堂楚将军连6000多万两都拿不出来，还不如我柳家呢。思雨妹妹可得仔细点儿，毕竟这是你和楚天启的全部身家性命。楚洛白，你难道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还是说你要拿这10万两的破画跟我争圣上的欢心呢？等你真讨得圣上的欢心，再嚣张也不迟。楚将军，我们别理他们。听说啊，最近羽商房来了一批珍宝，我们可以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淘到好东西。走。穆姑娘在羽商房又准备了什么？自然是给我那闺中好友准备的寿衣。穆小姐，您真是好眼光啊！您看这布料，仅此一匹，您再看看这款式，绝对货真价实啊！您穿上它，绝对能让您在宴会上大放风采。掌柜的，这匹料子和款式我要了。柳思雨，你可知，若是你敢用这样使，会死。不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，凭什么你能穿，我就穿不了了？我怕你到时啊，9条命都不够赔。真是笑话，
天启马上就成为皇上最宠爱的臣子了，你区区一个国公府之女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天启，我们走。穆小姐，那么好的料子做寿衣，是不是太奢侈了？不会，毕竟寿衣裹住的是我那愚不可及的前世。思雨，从未见过你这样式的，未免耀眼。你今天必然是人群中最耀眼的了。就是，今天思雨可是艳压群芳，连木南哥都不及他的1/1000呢。你这样说话，让穆小姐听见了，人家该怎么想啊？也不知道他嘚瑟什么，名声都坏透了，竟然还敢来参加宫宴。就让他再得意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就笑不出来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看来思雨真的要得到皇后娘娘的赏识了。穆姑娘，如果她得势，你岂不是危险了？柳思雨，死期到了。把她的衣服给本宫扒下来，把她的衣服给本宫扒下来。皇后娘娘，臣女不知道犯了何错，你要如此惩罚臣女？大胆，竟敢跟皇后娘娘穿同样的衣服！皇后娘娘，臣女从未想过跟你穿同样的衣服，臣女无意冒犯凤爷，还请皇后娘娘饶命啊！本宫乃一国之母，若只是衣服样式相同，自然不会追究。而你，一介民女，竟敢用皇宫御用的云锦，该当何罪？臣女不知道这是云锦的，臣女愚钝，臣女见识浅薄，这一切都是木南哥，是木南哥外授给臣女的，是他的错。此女所言当真，国公府便是如此办事。皇后娘娘明鉴，是柳思雨自己强抢布料，还说即便是皇后娘娘的衣服，她也可以穿得。皇后娘娘，这是污蔑，就算给臣女1万个胆子，臣女也不敢呀。木南哥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他父亲不过一个7品官身，而你国公嫡女，他如何敢对你不敬？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这柳思雨仗着我未婚夫婿作威作福，此事全城皆知。皇后娘娘可传楚天启和掌柜前来问话。臣女但有半句虚言，愿以命相抵。宣人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启禀皇后娘娘，那日柳小姐确实说过，凭什么皇后娘娘能用的布料，她却不能用？皇后娘娘，是他们2个想污蔑我。楚天启当时也在场，他可以替我证明清白。天启，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对皇后娘娘说过大不敬的话？我已经把你从这件事里摘出去了，你自己想清楚后讽刺。娘娘，柳思雨当众强抢布料和衣服式样，更不应该当众冒犯凤颜。他全凭娘娘发落。天启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当时你也支持的呀。拖下去，杖责50。皇后娘娘，不是这样的。楚天启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柳思雨，你愿尝尝被人诬陷的滋味。一时到，诸臣献礼。虎郎中县极品羊脂白玉1枚。皇上，臣妾听闻楚郎中为了拍下这块玉，花了6000万两呢。好，楚郎中有心了，朕很喜欢。定远将军县前朝山水鱼图1幅。楚老白，您好大的胆子，竟拿着山野村夫的话当作贺礼。定远将军，楚郎中所说当真？禀陛下，此话另有玄机。还容我向陛下展示。区10万两的破话，还能变出花来不成？楚老白，今天我要把你狠狠的踩在脚下。
此画真好啊，真好！你看，那是真好，画的真好啊！你看，回皇上，确实是前朝的山水鱼图。皇上，前朝鱼图所在的位置只是传说，如果派兵前去，届时劳民伤财，恐惹民怨。楚将军他其心可诛啊！混账东西，老奴是你配质疑的吗？回皇上，确实是先皇遗作，天下山水鱼图，老奴绝不会错。好啊，不愧是定远将军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有一事相求，我愿陛下不要佩戴这块羊脂白玉。楚洛白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打着皇上贺礼的主意！皇上，这羊脂白玉乃是臣的一片赤诚之心呢。你的赤诚之心就是送圣上一块前朝皇帝的尸玉吗？啊，楚洛白，什么？竟然是尸玉！我的天哪！先皇上陪葬的玉品。是啊，楚洛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竟敢当着皇上的面诬陷于我！这确实是先皇的陪葬玉器，你又是从哪里弄来的？皇上，这是微臣拍卖所得，臣真不知道这是先祖皇帝的尸玉啊！妾身素闻楚郎中对玉石颇有研究，怎会生出如此纰漏？更何况传闻尸玉傍身，恐夺血气，败国运，怎能如此马虎？传朕的旨意，彻查先祖的陪葬品是何人所盗。楚天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皇上息怒，楚郎中他定是被人蒙骗的。大喜的日子不宜见血呀，还请皇上。吴南哥，你也要为楚天启求情？回皇上，臣女非是要替他求情，臣女是要举报楚天启与盐运司柳志相互勾结，贪赃盐税一事。吴南哥，你说什么？皇上，他污蔑于我。皇上明鉴，楚天启拍下羊脂白玉所用的6000万两，皆是贪污的盐税。一派胡言！皇上，他就是因为与我感情不和，所以才会诬陷于我。皇上，这是证据，还请皇上明察。传朕的命令，即刻将柳志处斩，楚天启死罪并罚，秋后问斩。皇上，楚郎中挪用盐税，罪不可恕。可念在他是为了讨您欢心，才犯下如此大错的，不如让他去彻查盗墓一案吧。爱妃所言甚是，那就让他戴罪立功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活下去，杖责50。皇上，赵贵妃救我！皇上，臣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臣女原本和楚天启原有婚约，但楚天启和柳思雨私相授受，现如今柳思雨已怀有身孕，请看在孩子无辜的份上，恳请皇上赐他们成婚。这倒真是委屈你了。传朕的旨意，柳思雨和楚天启3日后成婚。谢皇上。这个张贵妃前世不曾听闻，未曾想竟在此时救下楚天启，他们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圣上已经下旨赐你和柳思雨成婚，你可得好好感谢我。你个贱人，我竟然没早看出来你是如此的蛇蝎心肠。楚天启，你和柳思雨早早勾搭在一起，如今我承你心愿，你怎么反倒还怪我？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的事了。我知道这次宫宴的事情就是你在故意的陷害我。玉佩和布料都是你们自己抢的，
盐税是你自掘坟墓，如今的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我跟你拼了！还是好好享受你的新婚之夜吧。那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最后一幕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你们大婚，我当然是来给你们送新婚礼物。拿走你的东西，我才不稀罕呢！要干什么？别害怕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楚天启是因为爱你才跟你在一起的吧？如今你们柳家破败，你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这把刀是用来给你防身的。柳思雨，楚天启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吧？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葬礼啊！天启，你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看，扫把星别碰我！天启，我们已经成婚了，现在我是你的夫人了呀！要不是你逼我拍下那块玉，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死，天水的事情就不会被抖出来了。楚天启，是你要拍下那块玉，是你要用那笔盐税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要做的。木南哥说的没错，你遇到事儿你只会怪别人，就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你自己。闭嘴！给我闭嘴！孩子，天启，我们的孩子，天启，你快找人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天启，你快找人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不住就去死！反正子孙三代也不能入世，他现在出生有什么用？他现在出生也只能坐实我们婚前顾忌的罪。楚天启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早该想到，木南哥动用整个国公府的人来帮你，你也只不过是想着利用完再抛弃他。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又算什么？天启，天启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婚了，还是皇上赐的婚呢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你也配跟我过日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还要娶对我有利的贵妃，你趁早给我下头！楚天启，你怎么能辜负我呢？害了我们的孩子，还害了我的家人。既然这样，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。天启，天启，天启，天启！死老太婆，你还会哭啊？我们沦落到今天，都是你的错。你二嫁了还不老实，逼着天启图谋楚家，你还不让天启娶我，你还想谋财害命。其实最该死的人就是你！你杀了我儿子！你杀了我儿子！小姐，我们走吧。国公府，木南哥。
如今大仇已报，我们也能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小姐小心！小莹，小莹，南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小莹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小莹？能护小姐周全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如有来世，奴婢还想陪着小姐。小莹，随风，暗中保护穆小姐的人呢？刺客牵制了他们，但对方都是死士，是专门为这个妇人开路的。小莹，他的手笔，这分明就是宫里栽赃的手段，肯定是张贵妃。这件事情我会去查，你万不可冲动。我相信皇后娘娘不会放过这个把柄，我需要一个入宫的理由。这件事情我来安排，但深宫险恶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小姐，还请让奴婢随您进宫。娘娘，手下们回信，杨夫人已经死了，木南哥还活着。听闻皇后娘娘明日要召见木南哥。一群废物，要他们有什么用？娘娘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明日随我去皇后娘娘那边看个热闹，毕竟我已经2个月没来月星了。娘娘不是昨日才……贵妃一定是怀了，我这就去通知皇上，想必她一定高兴坏了。你和定远将军的婚事我允了，你日后可要多来走动走动。这就是楚洛白的法子。臣女谢皇后娘娘。把我挑的首饰拿来。谢娘娘赏赐，这太贵重了。就当是我送你的嫁妆，收下吧。这么大的喜事，皇后也不告诉妹妹一声。这么大的喜事，皇后也不告诉妹妹一声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妹妹都有孕了，还是要好生歇着，日后就不用过来给我请安了。姐姐这么体恤我，我也不好太无礼。身子方便的时候，也是要多走动走动。况且，国公之女和定远将军的婚事，我也要添添彩吧。当年皇上给我的陪嫁里有一批西域珍珠，我觉得最是贴木姑娘的气质，今日便赠与木姑娘了。贵妃娘娘见血了，快去叫太医！皇上驾到！木南哥，娘娘特意来祝贺你，你怎好恩将仇报？小姐，这个盒子从始至终都在我手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木南哥故意弄洒了珠子，害得娘娘摔倒在地，圣上明鉴，我和贵妃娘娘无冤无仇，我为何会害娘娘？贵妃娘娘，这一胎没保住，是奴婢该死，奴婢没有抓紧盒子，才导致贵妃娘娘小产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家主子故意弄洒了珍珠，你们这可是欺君之罪！贱婢，你这是在攀咬国公之女吗？皇上，我好不容易才怀上龙子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谋害皇嗣，论罪当斩，将木南哥拉下去杖毙。圣上，是奴婢的错，害了皇嗣，和我家小姐无关，奴婢愿以死谢罪。小雪，圣上，木南哥终究是国公之女，不日将要嫁与定远将军。况且才披露盐税一事，于国有功，再加上害死皇嗣的奴婢已经死了，你看要不……木南哥御驾无方，剥去国公爵位，罚俸3年。木南哥，还不快谢恩！谢圣上隆恩。
后，你明知道是张贵妃，深宫之中，事实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得宠。谢娘娘提点。要不是因为我贸然行事，小雪和小英就不会死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张贵妃能上位，楚天启借我楚家名头帮了不少忙。当日宫宴上揭露她的恶行，实为怪耻。张贵妃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只有皇后娘娘才能和她抗衡。如今张贵妃受宠，就算是皇后，在她那儿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皇后一个人不行，那我就助她一臂之力。我能帮你做什么？张氏在岭南藏有私居，请楚将军帮我拿到证据。听闻娘娘爱吃岭南的秘诀，臣女特地命人快马送来，还请娘娘尝尝，可否新鲜？你有心了，能给娘娘送些喜欢的吃食，臣女也开心。只是，那岭南是张氏族人的地盘，他们控制秘局进贡术，就连臣女也无法弄到更多。贵妃深得皇上的恩宠，她的族人只是克扣一点进贡的秘局，谁又能管得着？只是一点秘局，确实算不上。可若是张贵妃想抢的，不止这些。从那天你借我手收拾柳思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一个安分的主。皇后娘娘，张贵妃虎视眈眈，谁又能知道她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多久？你这是这次又在张贵妃手里栽了跟头，所以故意挑拨我跟她的关系。我不相信娘娘看不出，张贵妃在一石二鸟。娘娘，国公府虽小，却是一大助力，臣女愿为娘娘鞍前马后。那你说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这是张氏族人在岭南偷藏私军的证据，相信以娘娘的势力，定能在朝堂上夺回半数话语权。夺回半数又如何？只要皇上还喜欢，他的地位就不会动摇。若是娘娘的家人在此刻立了功，皇上会不会因此而亲近娘娘？我家人又能做什么？听闻皇后娘娘族内有一位极善水利的匠人，今年江南恐有洪灾，若是能大修水利，预防洪水，稳住一方民生，定是一件居功至伟的功劳。天机阁说今年是大旱之年，你莫不是比观星师还厉害？此事对娘娘来说，百利而无害，何不试试？前世江南遇特大洪灾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此举也算为我积德。老爷被检举藏有私兵，已经被皇上下狱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听闻是皇后派系集中发难，老爷一时不防。皇后那个蠢货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手段？那会不会是定远将军？南哥，当初我就不应该轻饶他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过是未坐实的罪名，只要皇上还宠我一天，此事就还有转回的余地。这次多亏了皇后啊，若不是你们家族，不知将会损失多少。圣上言重了，能为圣上分忧，造福更多百姓，是臣妾和家里人的福气。圣上每天殚精竭虑，才是真的辛苦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不像张贵妃妇女，敢豢养私兵。今天我就在皇后这里休息了。圣上，求您饶了父兄一命。圣上，求您饶了父兄一命。贵妃还是回去吧，皇上如今正在气头上。劳烦公公帮我带一句话，父兄他无意造反，臣妾愿代父兄受过。皇上一日不下令，臣妾就一日不起。贵妃娘娘，皇上早就叮嘱过了，您愿意跪到什么时候就跪到什么时候，他是不会见您的。皇上跟皇后现在交谈甚欢，贵妃娘娘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贵妃娘娘晕倒了。圣上，
张贵妃总归是孝顺的，臣妾这里一切都好，可莫要再让你们再生了嫌隙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。好。圣上，岭南多匪患，如今岭南能够如此平静，全亏了府上那只私兵，他绝无私心啊。爱妃放心，岭南一事绝不会牵连到你，你不必为此担心。臣妾听闻此次检举的消息是由定远将军传出来的，臣妾不知道何时冒犯了定远将军。这都是皇后母亲所为，和定远将军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他还想攀附皇后一党？放肆！妾身本不应该干涉朝政，可如今的局面，若是被他得逞，恐对朝局不利。不如以学习规矩的理由，将木南哥接到宫中，妾身定会好生照看。如此一来，定远将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呀。好，就依贵妃所言，好好敲打敲打他。妾身定不负圣上所托。那个张贵妃家里犯了那样的大错，可她只是跪一跪，哭一哭，她的家里人就不会被问罪，甚至当今圣上还亲自抱她回宫，真是可笑。她深受皇上宠爱，想要扳倒她，还需要慢慢筹划。南哥，此事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圣旨到。圣谕：定远将军婚事在即，着木南哥入宫，随张贵妃学礼。令西南蛮夷称爵，着定远将军择日启程剿寇。钦此，还不赶快接旨？臣女叩谢圣恩。恐怕是张贵妃察觉到了什么，才要把你拉入宫中，此去恐有危险。我去和皇上求情，让你和皇后学礼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正好，我也想好好会一会他。木南哥，你知不知罪？臣女不知何罪之有。当日你害得本宫小产，却让奴仆顶罪，此罪一；让定远将军勾结皇后，此罪二；让我张家险些失去圣宠，此罪三。你是认还是不认？回娘娘，定远将军勾结皇后一事，实属诬陷，让张家失宠，臣女自问没有这个能力。至于娘娘小产，娘娘是否怀孕，只有娘娘自己清楚，恕臣女不能认罪。好一张伶牙俐齿，让你进宫来是跟本宫学规矩的。木南哥巧言令色，以下犯上，目无本宫，罚于宫外跪诵乳戒，以示教训。贵妃娘娘赏罚分明，臣女理当受罚。但臣女需提醒一句，臣女已怀定远将军骨肉，恕不能久跪。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你给我跪下！臣女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圣上之命教导臣女，但公道自在人心，非刑罚可定。好一个公道自在人心！那本宫就告诉你，在这深宫之中，本宫就是公道。好好读，读到本宫满意为止。张贵妃，木南哥可是真的怀有身孕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能让他跪着呢？皇后这就来求情了，我可是奉皇上的命令教她规矩。再说怕什么？就算是她怀有身孕，一个时辰而已，死不了。娘娘，臣女身子确有不适。谁让你歪着身子的？给我狠狠的打，让她知道什么是规矩。叫你嘴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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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哥，叫你嘴硬，叫你……南哥，楚若白，你不应该在西南平南夷吗？私自回宫可是死罪。是不是死罪，自有圣上定夺。你如此待我妻儿，圣上可知？娘娘，
地上有血。张贵妃，定远将军此次退西南匪患3000里是大捷，圣上龙颜大悦，欲封其为镇南王，而你却以教木南哥女妾为由，害他子嗣，我也保你不得。臣请辞官解印。罗白，你不是胡闹吗？你才平定西南匪患，朕赏你还来不及，而且西南也需要你来坐镇。朕若允你辞官解印，你让朝中的重臣如何看朕呢？臣惶恐，臣不过出去剿匪1个月，南哥就被张贵妃罚跪之小产，臣不敢冒险。什么？臣妾有罪。昨日木南哥冲撞了臣妾，臣妾只是想略施小惩，以示告诫，并非有意害木南哥小产，还请皇上原谅臣妾无心之失。无心之失？圣上，本宫在得知张贵妃惩罚木南哥的时候，就赶紧过去告知她怀孕一事。谁成想张贵妃说是奉您的命令，教她规矩。她还说，即便是怀孕1个月，跪足1个时辰，也死不了。皇上，妾身说的也没有错，不过是跪了1个时辰而已，怎么会小产呢？一定是太医没有照顾好木南哥，照顾的方子不对，还想赖在本宫身上。圣上，木姑娘若是跪着自是无碍，但根据臣诊断，木姑娘是受了撞击才导致了流产。臣请辞官解印。献父，楚将军在外征战，你却在宫中害他的妻儿，朕的身边怎么会有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？你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，你怎忍心加诸在木南哥的身上？皇上，臣妾只是无心之失啊！就算是无心之事，你也难辞其咎。朕要给楚将军一个交代，要给在外征战的将士们一个交代。请皇后小玉6宫，废张氏贵妃之位，降为嫔位，谥多封号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！带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皇上，皇上！这虎符你好好收着，是朕对不住你，朕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。臣替南哥谢过陛下。用药物做出假喜脉的真相太过伤身，日后万不可再这样做了。张贵妃失宠，也算是为小雪和廖莹报仇了。只是降为幽闭罢了。我要的是他死，除非叛变谋反，不然多半皇上不会处死他。张嫔没机会接触外面的人，可他那位父亲可有的是机会。你好一个岭南张家，竟然背着朕勾结外邦，将岭南张家满门抄斩！圣上，那张氏怎么办？听说他被废后不久就疯了。打入冷宫，皇后处置吧。是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就依贵妃所言，爱妃放心，岭南一事绝不会牵连到你。废张氏贵妃之位，降为嫔位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是谁？竟敢擅闯本宫寝殿！你的父亲为了救你，勾结外邦，通敌叛国。如今张家已满人抄斩。你说谎！皇上那么宠我，我张家也是为皇上立了汗马功劳，怎么可能被满门抄斩？本宫要撕烂你的嘴！我今日来，就是送你最后一程。
呢？皇上这么爱我，后宫之中哪有什么真爱？如今新的宠妃已经入宫，你说圣上今日会翻谁的牌子？张氏，鸩酒和白灵，你选一个吧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小莹、小雪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可以安心了。小莹、小雪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替你们照顾好你们家小姐。南哥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样才能找到你呢？拿着这块玉佩，你就能找到我啦。原来是你！你终于想起我了。